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儿，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万海案2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2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张文京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
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我同意你把这3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案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了报复。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破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2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现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重新补一下？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政绩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洪亮，你作为11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了呢？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如果没办成？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蛋糕？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假设，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别乱想，绝对不可能。肯定不，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哎，挺会挑地方啊！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路上不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6了啊。哎，你们不会这2天就走吧？我们这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我得问大领导去。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李姐，洪组长，小关，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李姐买一小块。哎呀，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好嘞，好嘞，跟大伙说一下。那你们先聊。好。哎呀，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前2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我就在复盘这件事儿。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过，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咋没毛病呢？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等多少年？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
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他等啥呢？哎，等机会。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是让他等来了吗？什么呀？等着什么了？这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你看说回来了啊，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儿举报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你心里得有点数，你知道吗？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这个没有查到。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1整瓶白酒。他们说我哥喝了1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1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了。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他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对吧？我之前也跟您说过，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踪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呐。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好，行了，我放他走啊。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在外边等我。哎，好嘞，好。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咋那么侮辱人呢？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
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给我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那哪句话说的有毛病？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2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你凭什么让我到2楼去聊啊？哎呦，我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自己心里没点数啊。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对呀，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案吗？就是因为万海牵扯进来的。我现在告诉你，万海案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都不想给你。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我什么底线？这不有更好的吗？借。郑主任，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请坐。好。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郑主任您好。之前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10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对我们还挺了解的。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2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1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子妍。你好，那咱们就开始吧。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谢谢。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4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你不是吗？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不要有侥幸心理。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那就是巧合了，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2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不认识。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理解。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政治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
争取宽大处理。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开饭啦！哦。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起来了。啥？因为啥事儿啊？那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活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就因为这事儿啊？不是，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暗什么示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你先吃。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吃点菜呀。喂，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哎，哎呀，又得给领导汇报工作了。还是建议回避呗。好。领导辛苦了，加班呢啊！收到领导的这个时间地点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李安心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没说呀。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谁嘴这么快啊？你说还能有谁？刘韵呢？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儿，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去一趟，要不然我老尴尬了。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不是你不想去？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哎，这么多呢，1888。这钱啊是给李艳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我差你的222啊！你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行了，挂了。